今年的智能眼镜市场迎来了不少新玩家，那我自己基本都亲自体验过啊。那这里面我个人最感兴趣的还是我现在戴的这副夸克 AI 眼镜 S1。那夸克 AI 眼镜 S1的外观应该说是属于精致小巧类型，那非常接近正常眼镜的观感。那这是我戴上去的效果，这是小五佩戴的效果，那妥妥的男女通吃啊！在平光片实测整机重51.6克，和我之前的 Meta 3代光变版本的差不太多。要知道，夸克 S1是一副集光波导显示、AI 助手和拍摄为一体的眼镜。那之前我们见过的光波导眼镜啊，都是相对粗犷的类型啊，特别是这个转轴的位置啊，非常的厚重。那小巧之外，它整机前后的重量配比做得很均衡，长时间佩戴呢可以尽可能的降低负担感，那这点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我这种日常都不习惯戴眼镜的人来说，要先戴得住，你再谈其他体验才有意义啊。所以啊，为什么夸克 S1可以做到如此小巧舒适呢？那接下来的内容会有点长，但是中国智能眼镜制造的半壁江山都在这副夸克 S1里了，具体我们边拆边聊。第一步，关机后拔掉位于镜腿末端的电池，供电接口呢有点像缩小版的 Lightning 啊。来到电池侧，接口四周的黑色防尘防水胶圈呢和外壳几乎融为一体，实现 IP X4 的防护等级。两侧的限位柱不仅可以保证盲插时的定位问题，也能加强接口连接的稳定性和结构强度。电池外壳和镜身骨架的大部分区域一样啊，采用高分子记忆性材料 TR90塑胶钛，那它具有超轻高韧、耐磨、耐撞、耐高温、摩擦系数低等特点，能有效防止运动中因为镜身断裂摩擦对眼睛以及脸部造成的伤害。那并且呢还不易融化和燃烧，没有化学残留物释放，通过了食品甚至医疗级材料的要求。第二步，拆电池，加热后酒精配合拆卸片打开电池外壳，外壳内侧电芯的对应位置呢贴有缓冲泡棉，防止外力冲击。卸下电池接口位置的螺丝，取出接口，加入解胶剂，取出主电池。主电池采用异形碟片式的软包锂电芯，典型容量呢是245毫安时，来自 VDL 紫尖电子啊。能量密度通过包装尺寸计算呢，在514瓦时每升左右。那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啊，这类微型电池受体积、材料结构以及安全性等多重限制，能量密度肯定不能和现在的主流手机电池相提并论啊。第三步，拆卸主体部分。首先卸下2颗固定鼻托支架的螺丝，取出支架。那支架呢为不锈钢材质，采用天鹅颈样式加可调节的大叶鼻托设计，可以适配不同鼻梁、不同脸型的用户。那来到主体部分，找到外壳的接缝作为突破口，加入酒精，稍等片刻，配合拆卸片即可取出前镜框。前镜框呢为 TR90塑胶钛材质，正面呢是亮面设计啊。此时就能看到镜框内紧凑的结构和器件的布局了。其中左上角是隐私指示灯、环境光传感器以及左侧光机。指示灯和传感器周围包裹黑色胶套，防止相互干扰。右上角呢是摄像头 IMU 以及右侧光机，那其中 IMU 是竖立侧放的，那可以有效节省空间，并且背面用了不锈钢补强板，和主镜框牢牢地贴合在一起。两端呢还采用 UV 胶进一步固定，保证整个模组的可靠性。同时 IMU 的布局还特意远离了摄像头热源。那中间的鼻梁架内集成有地磁传感器、一颗气传导麦克风以及一颗骨传导麦克风。那这颗在 AI 眼镜里首次出现的地磁传感器比较实用啊，比如可以在导航的时候实现随头转向的功能。还有就是这颗骨传导麦克风，那硬实力方面具备77 dB 的超高信噪比，被固定在了下方的金属支架上，支架再通过螺丝和左侧的鼻托架相连，那这么设计就能把用户说话时发出的震动直接通过鼻托架传导至骨传导麦克风。骨传导麦克风和金属支架间的硅胶套是为了有效隔离自身扬声器发声时产生的震动，确保骨传导麦克风能够高效准确地采集用户发出的声音，有效规避风噪和环境噪音。那整机一共配备了5颗气传导加1颗骨传导麦克风，全部来自 AAC 瑞声科技，分别放置在眼镜的镜腿转轴以及鼻梁架位置。环绕式设计通过波束成型技术实现智能调度、通话降噪、空间音频、低功耗唤醒以及嘈杂环境下的响应能力。
继续加入酒精，取下镜腿和光机内侧的保护盖，右侧光机的保护盖内呢还有拍照键的排线连接在主体上。挑开后即可分离4个保护盖全部采用轻量化亲肤复合材料，现在就能看到2条镜腿内的结构布局了。左腿是主板和左扬声器，右腿呢是压感触摸控制小板、右扬声器以及供电接口模块。其中主板的对应位置覆盖石墨散热膜，提高整机的散热能力。揭开散热膜，可以看到镜腿末端放置了一颗圆形软包电池，那就是这块小电池让夸克 SE 支持了换电不断电的功能。散热膜的对应位置呢还贴有缓冲泡棉填充机内间隙，提高这个区域的抗冲击能力。两侧的扬声器通过结构胶牢牢地固定在镜腿内。那夸克的扬声器不同于竞品常规的竖立放置而是选择旋转90度后横向摆放。这么做的一大优势就是从侧面看这个镜腿可以显得更加的纤细。那这时候可能有人要问了横向放置就会压缩镜腿之间的空间，那戴在头上会不会很夹头呢？那我的头算是已经大头宽头类型了，那我自己佩戴了1天的感受还是非常舒适的，基本不会有夹头感。那具体原因我们继续往下拆就知道了。挑开光机接口，卸下4颗固定镜框和镜腿的螺丝，划开扬声器位置的封胶，加入酒精即可将左右2个镜腿的外壳分离。2个镜腿外壳前端都是采用柔软耐磨、耐油耐脂的 TPE 热塑性弹性体，包裹轻量抗蚀、高强高韧的阿尔法加贝塔型钛合金转轴，转轴一路延伸至镜腿前端，形成一体化的钛合金弹性臂，那使前端具备一定的弹性和形变能力。那这就是前面我说没有夹头感的原因了。后端使用刚刚提到过的 TR90 塑胶钛制成，主板的对应位置呢贴有散热膜，带走核心发出的热量。那注意看这个 BDB 接口，它是负责感应滑动触控的 FPC。夸克呢把它直接封装在了外壳内。那常规的方案是先把壳体做好，再将 FPC 像贴纸一样粘在内侧。而一体成型的难点在于，壳体成型时的温度和压力都很高，这种环境下纤薄柔软的 FPC 呢特别容易烫坏或者移位。而夸克通过多道工艺流程呢，实现了将钛合金转轴、FPC 触控层以及外壳材料彻底融在了一起让镜腿做到了更薄、更耐造。那镜腿的实用性得到了突破，外观上的这个夸克也没有含糊，经过多次打磨，使 TPE 软胶和 TR90 硬胶的结合处几乎看不出拼接的痕迹。取出左右2个光机，比较直观的是这2个光机体积相当的迷你使用单绿色的 Micro LED 显示方案，那实际单个体积呢仅为0.15立方厘米，体积虽小，但是性能一点也不弱光机本身的亮度呢可以到300万尼特，那结合阿里和智格的定制波导，可以实现入眼峰值亮度4000尼特。光亮度高肯定是不够的，实际使用你还得考虑功耗问题夸克 SE 呢可以针对环境自动调整合适且舒适的亮度，并且同步优化功耗，有效提高了续航及多场景的适用性。那光机的原生分辨率呢是640×480，但用于显示的部分只有640×290。这么做的好处就是可以调节显示区域的位置，再加上双光机的配置还能调整画面的远近，这样就能适配更多的这个应用场景。比如边走路边导航，你就可以往上调一点，这样呢既不遮挡前方的视野，也能看清导航线路。还有听歌的时候看歌词，你就可以往下调一调，这样更容易聚焦看清歌词。至于这2个光机的来源，可不是大家常说的供应链拿来主义而是阿里和 JBD 联合设计的成果。在视频开头我就说过，以往的光波导眼镜在转轴的位置是非常的厚重。那厚重的核心原因就是取决于光机的体积。那光机的结构看起来其实并不复杂主要由 Micro LED 的微显示屏和镜头2个部分组成。那这块只有米粒大小的屏幕已经是比较极限的尺寸了，要想进一步瘦身，就只能从镜头部分下手。但是在夸克 SE 之前就没有这样现成的方案只能联合 JBD 死磕光学方案来实现最终的小型化。取出摄像头 ，CMOS 是智能眼镜上经常看到的索尼 IMX681，1200万像素，支持3K 分辨率的录像具备双重防抖效果。那实际拍摄体验，我们对比了目前智能眼镜里比较出色的 Meta 3代。首先在拍照体验上，夸克 SE 明显是更出色的，有对焦准星，还有对焦音效，拍完呢还能生成预览图查看大概的构图。实际成片效果，在光线充足的白天，两者解析力差异不大。夸克 SE 的白平衡表现更精准，而到了光线不好的场景夸克 SE 能够打开超级暗光增强，解锁噪点更少、更纯净的夜景画面。视频方面夸克 SE 采用双重防抖的设计，在运动时也能保证不错的画面效果。更关键的是，相较于 Meta 固定竖屏拍摄的局限性，夸克 SE 在 App 里能够一键切换拍照和视频的横竖屏，灵活适配各种第一人称视角 Vlog 的需求并且还能通过 AI 超分超帧至 4K 60帧的专业级影像。
揭开散热膜，挑开主板上的所有接口，打开主板可以看到两片主板之间还夹着散热膜和导热材料，整体采用上中下3为一体的散热路径，目的就是可以快速的把主板热量导出去啊。揭开散热膜，取出主板，主板采用软硬结合板设计，将上下2片刚性 PCB 通过中间的柔性 FPC 的连接在了一起，实现相互通信。WiFi 天线通过同轴线和主板连接，下方焊接有前面提到过的小电池，焊点呢有封胶保护，加强可靠性。主要发热区域涂有导热材料，刚性 PCB 采用0.7毫米厚的板材。取下小电池，同样来自 VDL 紫键电子，容量是0.157瓦时啊，与可拆卸的主电池加起来呢，差不多快到300毫安时啊。如果搭配超级续航套装，可以实现一换一替，那无缝多轮补电，大幅延长这个使用时间。小电池的底部有一块黑色贴纸，撕下后里面还有白色的隔热材料，防止主板的热量传导至小电池。吹开屏蔽罩，清掉导热材料，就能看到来自百维的存储芯片，规格呢是3GB 的 LPDDR4X 的 RAM 加32GB 的 ROM， 采用 ePOP 方案封装在一起。3加32GB 的配置啊，在智能眼镜领域绝对是比较激进的策略了。之前大部分都是2加32的配置，因为更大的内存呢，也就意味着更大尺寸的芯片以及更高的功耗。那为什么阿里还是坚持用3加32的配置呢？核心就是为了保证 AI 大模型的运行速度，那更大的内存就能加载更多的运行参数，响应速度也会更快啊。那如何解决芯片占用面积和功耗问题呢？那前面大家也看到了 ePOP 的封装就是很好的瘦身方案。相比分开封装焊接到主板上的方式，把 RAM 和 ROM 叠在一起，显然就能大幅缩减占用面积。而要解决功耗问题，就是一个更加细致的活了。阿里和百维主要干了3件事。首先呢是让芯片可以根据负载动态调整电压，其次呢是把芯片分成多个区域，只给需要工作的区域供电，不工作的就直接断电。最后呢就是在芯片完全不工作的时候，自动进入深度睡眠模式，把功耗拉到最低。你看啊，都是指甲缝里一点一点抠出来的。并且不光只是存储芯片，下方的 ARE 处理器以及背面的横旋 BES2800协处理器也得实现分工合作，重活就让 ARE 干，一些简单轻量化的就让2800负责。而所有这些硬件的运行调度都得靠软件实现，软硬结合才能实现更出色的续航表现。那我们也用统一的测试模型对比了一下 Meta 3代的续航，那不出所料，夸克 SE 一轮下来还剩快一半的电量。要知道拍照这些场景，夸克 SE 还是带显示的，理论上这个负载是更大的，更别说还有换电结构的加持。那不用买2副眼镜，也不用挂一根难受的充电线，那仅需优雅的插拔就能瞬间满电啊。挑开扬声器接口，取下扬声器，那左右均为0730规格，采用偶极子技术和定制的双音圈设计，前后音腔呢都是独立密封方案。揭开泡面可以看到扬声器上贴有散热膜，通过上方蓝色的导热硅胶和壳体的散热膜连接在一起，将扬声器的热量快速的传导至壳体散掉。另外啊，对于一副眼镜来说，防漏音设计也是很重要的。那实测办公环境下，60%的音量下播放音乐，隔壁1米开外的同事基本是听不清的。取出一体化的 FPC， 对应眼镜的转轴处，可以看到这条柔性 FPC 一共分为7层，那每一层都有不同的职责，有供电的，有数据交互的，也有传输视频信号的等等。在以往的手机拆解里，我们通常不会对 FPC 做过多的描述，但对于夸克 SE 来说，却是非常考验设计制造的核心部件啊。最直观的就是7层叠加所带来的生产制造难度，每一层都是微米级的精准对位，只要其中一层误差超过几微米啊，就等于整条 FPC 报废。所以每个环节都需要更高精度的设备来保证实际生产的良率啊。第二个难点呢，来源于夸克 SE 可换电的这个独特设计。那之前的智能眼镜镜腿都是固定的，那么对应内侧的 FPC 也是固定的，日常常规使用啊，基本不会影响到 FPC 的可靠性。而夸克 SE 需要面对反复的电池插拔，那每一次插拔都会对 FPC 产生拉扯、弯折和摩擦，如果设计不好，就容易断裂或者接触不良。那针对这个难题呢，阿里联合嘉联益在结构用料上做了优化。一方面是在 FPC 的连接点位置加了一层特殊的补强材料，这个材料既要有一定的硬度，可以分散应力，还要有一定的柔性，不能影响 FPC 的弯曲。那这种既要又要的材料听上去就不好找啊。另一方面呢，就是在 FPC 的弯折点设计了特殊的弧度和暗槽，可以让 FPC 在弯折的时候啊，避免应力集中在某一个点，能让应力散出去。那这和折叠机铰链上的水滴结构啊异曲同工。而最后一个难点啊，就是信号传输的稳定性。那传统 FPC 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传输电源、触控这类低速信号，但智能眼镜还有视频这样的高速信号，如果有衰减和干扰情况，就会导致拍摄的画面不清晰啊。
夸克 SE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采用了差分信号传输技术以及阻抗控制技术。你看，就这么一条以往不被大家重视的 FPC 背后，居然有这么多门道啊！最后剩下的就是镜组部分了，那也是整副眼镜非常核心的部分了。夸克 SE 这个镜组呢，是阿里和康奈特联合设计的。之前我们拆过带光波导显示的眼镜，也跟大家科普过光波导的镜组呢，基本就是3层结构，最外侧的盖板加中间的波导层加内侧的盖板。那如果要加近视镜片，传统的做法就是通过插片、磁吸或者再贴合的方式，直接在内侧再加一片，非常简单粗暴。但带来的问题就是透光度变差，以及加上近视片后镜组变厚变重，这都是会牺牲实际使用体验的。而夸克 SE 呢，直接把近视镜片一体化了，具体做法就是把内侧盖板替换成了近视镜片。听起来似乎很简单啊，但实际上需要面对2大难题。首先是光学难题，那整个镜组有带显示功能的，有保护作用的，还有矫正近视的，每一片的曲率、厚度和折射率都不一样。贴合后呢，还要保证不漏光、画面不失真、镜片不变厚重，那属于难上加难的工程难题。最麻烦的还是每个人的近视度数都不一样，这就意味着没办法简单粗暴的按照统一的参数指标去进行批量生产。如果阿里选择顺从供应链，那显然就实现不了真正的一体化设计了。所以一体化的背后必然离不开阿里和康奈特的深度联合设计。从光学方案到数字化加工，再到个性化定制的交付效率，在没有行业先例的前提下，攻克了一个个工程难题。更高的成本付出是一方面啊，这里面最大的意义呢，我觉得还是阿里推动了智能眼镜的发展。那供应链的能力上去了，其他 OEM 厂商肯定是喜闻乐见。聊完整个镜组，我们再来看波导层上的光栅结构，这是行业常规光栅的厚度、亮度以及透光率指标，而这是夸克 SE 的指标，不但结构更薄，亮度和透光率还远超行业常规水平啊！这是得益于阿里和智格科技的深度联合成果，2维光栅技术。那简单给大家科普一下，传统1维光栅如果想实现2维扩瞳的效果，需要在波导上分别设置偶入区、转折扩瞳区和偶出区，光栅区域面积和波导尺寸都会更大啊！以当前的技术状态，光栅很难实现完全隐身的效果，带来的问题呢，就是显性的外观以及无法实现真正的轻量化。而夸克 SE 选择了2维光栅方案，融合了转折扩瞳区和偶出区，那这么做就可以缩小光栅的区域，相比1维光栅呢，会更加的轻量化，也更不容易被看见。但这么做会带来波导设计和制造方面的挑战。从结果来看，阿里和智格实现的很出色，渐变深度设计、压印层、镀膜等技术的应用，使这个光波导镜片加防护盖板的厚度呢，仅为0.7毫米，透过率呢超过97%，再加上彩虹纹现象的针对性优化，让夸克 SE 看起来更像是一副常规的眼镜。好了，关于夸克 SE 的拆解呢就到这里，整机有5种，共9颗螺丝，重丝归位。看完拆解啊，相信大家的感受应该和我一样。这一副夸克 SE 从结构设计和用量方面来说，绝对不是简单粗暴的供应链拿来主义。镜组的一体化贴合设计、轻量化的2维光栅结构、极致小型化的光机、高规格低功耗的内存，还有那条贯穿整副眼镜的7层 FPC， 这些在夸克 SE 之前都没有现成的方案啊，都是阿里和供应链伙伴们联合死磕的成果。其实眼镜的结构对接设计啊，远比我们现在主流的手机要难。那手机内部啊，好歹还有一个相对规整且较大的空间，即便做到半径，也能用旗舰2字来掩盖。你再看眼镜内部，从镜腿到镜架毫无规则可言，并且为了照顾佩戴感受，能利用的空间非常有限。要想做出一副好眼镜，免不了会遇到各种工程化难题。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阿里入局智能眼镜领域的决心。那不光要做出色的产品，更要带动供应链的技术进步，同时也推动行业的快速发展啊。所以啊，不管是从夸克 SE 本身的体验和结构设计角度，还是从行业角度来看，这个3799起的定价确实值得入手。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罗宾，我们下期想拆再见。